身为梦漩涡的罗斯陷入两难的局面。墨菲斯告诉罗斯，他的力量正在逐渐消灭梦境之间的边界，随后现实世界与人类也会跟着消失。柯林斯让罗斯做梦境的主宰，只有这样，他才不会被梦之王处决。就在刚刚，台上的柯林斯激情演讲，并让所有人闭上眼，进入充斥罪恶的梦境。此时，梦之王墨菲斯悄然出现。You disappoint me, Corinthian. You were my masterpiece, dark mirror made to reflect everything humanity will not confront. 柯林斯则掏出了匕首，墨菲斯嗤笑柯林斯企图用刀伤害他的愚蠢。下一刻，原来梦漩涡的法力逐渐增强，此消彼长的同时也在削弱墨菲斯的法力。可柯林斯低估了罗斯的善良，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正在逐步吞噬梦境，不愿再看到无辜的人受到牵连。于是罗斯施展法力修缮梦境，很快从现实世界中醒来。柯林斯摘下了墨镜，临死之际他吐露着对于墨菲斯的不满。墨菲斯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施展法力决定将他消灭。I am only sorry I won't be here to see Rose Walker do the same to you. Next time I make you, you will not be so flawed and petty, little dream. 面对台下展会的所有参与者，墨菲斯收回了他们的梦境。随后他们纷纷离开了酒店，有的人为犯下的罪过后悔不已，有的人拨打了报警电话选择自首，有的人逃脱不了良心的谴责举枪自尽。 Tonight when she sleeps, I will find her, and we will end this. 回家的途中，罗斯接到了好友莱塔的电话，原来他即将面临分娩成为人母，特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，一起分享喜悦。前往医院的罗斯在感到高兴的同时，又暗暗做出了牺牲自己的准备。时至深夜，罗斯拨通曾祖母的电话，委托他好好照顾自己的弟弟杰德，而他则进入梦境迎接命运的到来。刹那间风雨变色，绿茵茵的草地出现漩涡，罗斯安抚他们，眼前的一切只是梦境。下一刻，此时杰德径直朝着罗斯跑去，幼稚的他还妄想能救他一命，自己也未能逃脱被风暴席卷的命运。罗斯目睹自己的弟弟卷入漩涡风暴，任凭他如何呼喊，也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另一方面，刘晶一在睡梦中潜入梦境王国的图书馆，想要找出续写自己人生经历的生命册。此时，女管家看出了他的身份。You're Unity Kincaid. Rose Walker is your great-granddaughter. Yes. 苍茫大地，一片银装素裹。墨菲斯决定亲自了结罗斯的性命。危难关头，提琴手绿地及时赶到。临死之际，他告诉墨菲斯，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会做梦。尽管已经知道无法阻止梦漩涡摧毁世界，但他还是希望用自己的牺牲改变墨菲斯想要对付罗斯的想法。正当墨菲斯准备动手的时候，刘金妮与女管家匆匆赶到。看着一脸疑惑的墨菲斯，刘金妮解释说，她才是真正的梦漩涡。百年墨菲斯被囚禁的期间不在梦境，他的命运转移到了后代的身上，也就是现在的罗斯。紧接着，尤金妮来到罗斯的面前，接过从他体内取出的新型晶体，而新型晶体是让罗斯成为梦漩涡的货源。随后，碎裂的晶体释放出夺目的光芒。现实世界的尤金妮撒手人寰，梦境中她吐露心声。当墨菲斯得知她与金色眼睛的男人相恋，立刻便想到他就是欲望神。回到现实世界的罗斯看了一眼身旁酣睡的弟弟，随后来到医院看望朋友的孩子。在看到安然无恙的朋友们，罗斯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梦漩涡的消失让一切重归美好，然而风平浪静之下酝酿着更大的阴谋。墨菲斯来到欲望神的宫殿与他对峙。原来在墨菲斯被凡人囚禁的期间，欲望神已经开始布置陷阱。他知晓梦境中诞生的孩子必然会成为梦漩涡，于是欲望神接近尤金妮，让他生下孩子，只是为了让他日后对付墨菲斯。包钦不在他落难的时候伸出援手，竟还在暗地里推波助澜。被揭穿真相的欲望神坦然无惧，甚至望向墨菲斯的背影还流露着杀意。画面一转，墨菲斯来到梦境的荒芜空地，眼前悬浮着4具未成型的梦魇作品。此时女管家的出现引起了他的担忧，好在他接下来的话让他重焕笑容。原来现实世界的罗斯重归美好的生活，甚至还发表了有关梦之王的书籍。精彩的情节连女管家都为之一笑。正当女管家准备离开，墨菲斯带给了她新的惊喜。 You look gorgeous, Gold. 重获新生的高特惊叹墨菲斯的回心转意，墨菲斯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愿意与他们一起奋斗，带来全新的梦境世界。另一方面，待在地狱深渊的路西法郁郁寡欢，连以往爱看的恶魔决斗都毫无兴趣。此时，恶魔阿兹佐登门来访，坦言是受一众地狱恶魔的委托，想要与路西法联手对付梦之王。 He is not to be trusted. No, but he's not wrong.
然而路西法的野心不仅限梦境，人间甚至天堂也终究成为地狱扩张的版图。